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342.74，收盘价是328.4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45.84，最低价是在323.3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5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3 倍量缩。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下影线略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反转向下。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经过小幅的震荡后，股价便迅速下行。那么下方呢是在320附近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呢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最后呢收盘价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虽然是量缩但是还是呈现的较之前的成交量还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说呢，在当日股价出现这样一个下行的情况下，是有大量也就是说大量出场的。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股价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抛售。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这根红 K 的最低，也就是在323这个位置，它将是一个支撑，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日后股价如果跌破这个位置，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一个走势。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小幅的，会有一个反弹的走势。那么目前股价的走向仍然是取决于多头。对，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只要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股价就会出现反弹。但是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那么会继续会出现我们认为是一个恐慌性的抛售。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么我们说股价能否继续这样的一个涨势呢？要看日后如果反弹收盘价超过了这根红 K 的最高，也就是346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目前的上行走势。那也因为股价能够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重新建立起来多头的信心，那么股价才能向上。否则呢因为特斯拉股价经过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实际上现在即使是多单那么也是在一个焦虑的情况下，就是说在何时去出场。我们会看到在11月12日，只要股价低开盘，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已经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对，好，我们继续补充说明，在前一期视频我们曾经提到过这根小绿 K 线，这根小绿 K 线也就是在11月11日，其实也包括11月18日，这2个交易日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
也就是说，在这两个位置是有大量的换手。那如果日后股价能够站上358.64啊，证明呢，换手成功，股价一定会有进一步的上行。但是如果股价目前反弹不超过这根红 K 的最高，那当然也就不能够站上358.64。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也就是说，这样的换手呢，会把新进场的这样的多单呢，停留在这个位置，然后股价持续的下行。对，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的一个信息的补充。那么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目标，现在一个是要跌破5日均线值，一旦5日均线值被跌破，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11月13日是在26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收盘价会在27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332这个位置。那实际呢，在11月12日收盘价是在328.49，股价是出现了回档。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多，但是呢，收盘价的性质是相同的，也就是都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也就是说要确认这根止涨的信号 K 线。同时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目前股价出现了回档，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11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39。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11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297.4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在300关口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呢，将是一个强支撑。那这个位置被跌破，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才有可能去测试20日均线值，然后才有可能到达239这个位置。当然，在到达300关口之前，目前股价下行的首先就是要先跌破5日均线值。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下方是有很多的关键标志位的。每当股价回档跌破一个关键的标志位，那么股价都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同时，如果每个关键的标志位如果能够支撑住股价，那也都能会说明多头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一定会出现反弹。好，我们再把这几个位置再重复说明一下。首先，第一个标志位是这根红 K 的最低323，然后呢，当日对于11月13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标志位。然后呢是297这个位置，然后再接下来是265 20日均线值，这是3个重要的标志。好，那如果239被跌破，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212，然后是203。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现在我们要来调整一个目标。之前我们定义的第一个目标是在364这个位置，那么现在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也就是一日出现反转向下，那么这个358.64将成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我们取整数359。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11月12日这根红 K 的最高，也就是在346这个位置，它将会成为一个压力位，也就是股价只有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继续反弹，然后才有可能去测试
第一个目标359被站上，那接下来上方的目标不变，仍然是364。我们看看从下方调整一条水平线上来，好，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把图放大。好，那么364呢？它仅仅是一个压力位啊，这是第二个目标。364被站上之后呢，接下来第三个目标就是384。其实我们还得把图缩小，是这个位置。那我们说，在之前的视频说过，目前股价上行的这几个目标啊，都是压力位，包括如果股价继续上行，我们会给出400关口这个压力位。那我们之前视频曾经说过，股价在站上314之后，也就是这高点之后，已经就瓦解了这一波的空头趋势，并且目前是一个多头趋势。那么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是414。那么之前这几个位置呢，都是压力位。当然，我们说股价在上行的过程当中，是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的。对，好，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目标。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小绿 K 线实体的上沿，我们会看到在11月12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11月13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也是这根红 K 实体的下沿，我们取整数在329。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329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的走势。但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很容易跌破5日均线值的，对，也就是说继续出现回档。好，那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呢，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97.7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当然我们之前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在318，是在这个位置。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回档，仍然是在盈利的位置。当然现在也是可以出场获利出场的，但是呢，我们会给出一个停利的位置，停利是停止利润的损失。那么318目前股价并没有到达这个位置，所以如果不想停利出场呢，可以继续持有。那么到了11月11日收盘价，现在是在328.49这个位置。对于这个15%的多头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那么这个仓位到了11月13日，我们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327，也就是继续守5日均线值。因为我们测算在11月13日5日均线值将会在323到327之间，我们取它的上沿。好，那么止损位我们是守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265，之前我们给的是260，到了11月13日是在265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就是上方的359。那么空头的目标有2个，一个是这根绿 K 的最低在300关口附近，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跌破20日均线值是265。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我们给出一个是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336，第二个压力位是346前高，第三个压力位我们给出一个整数关口是350这个位置，第四个压力位是359，第五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第二个目标364。好，这是我们给出上方的5个目标。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323到327之间。第二个支撑是310，对，310我们是取这根绿 K 的中线。那么第三个支撑我们取300关口。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从289到291之间，在这个区域。第五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在265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33，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到达318，在这个位置，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25附近，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收在前低之上，但是如果最低价到达了311，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318附近。那出现这样下行的或者继续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3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行。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说这两个可能是并列的，它取决于开盘的走势。那如果是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28，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341，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39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2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也就是如果出现反弹我们认为会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不会出现新低，或者是一直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